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书接上回，韦糊糊拿着手机，呆呆地看着病房门，原本被寒冰固封了般的心，终于有了丝温暖。他不由红了眼，唇角忍不住弯起。他知道景鹤渊一直都是嘴硬心软的人，是他向往的阳光。景鹤渊离开医院，赶去了韦糊糊的家。前几次来，他总是看见韦奶奶坐在院里或者门檐下，这次却空位无一人。他心不觉一沉，立刻走向堂屋，却见韦奶奶侧躺在地，痛苦的呻吟着，想挣扎起身。景鹤渊赶忙将她轻轻扶起，坐到椅子上，语气焦急：“奶奶，您没事吧？”韦奶奶有气无力地摆摆手：“没事，老了，连走路都走不稳了。”景鹤渊余光一瞥，地上还有几片沾了灰的药丸。景律师，是不是雨要回来了？韦奶奶浑浊的目光亮了亮，充满了期盼。景鹤渊温声道：“快了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你们可以说说话。”听到可以和韦糊糊通话，韦奶奶一脸不可置信中带着惊喜。景鹤渊拨通电话，开了免提，手机里很快就传来韦糊糊的声音：“小叔。”听见这声音，韦奶奶霎时红了眼。景鹤渊蹲在她身边，缓声道：“你跟奶奶说两句吧。”说着，将手机放到韦奶奶面前。韦奶奶伸手微颤的双手，宝贝似的将手机捧在掌心。雨。电话那头的韦糊糊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差点哭了出来。她强忍着哭腔，用轻快的语气道：“奶奶，对不起呀，等我这边忙完了，我就回去。你不要担心我。”韦奶奶连声问：“你学习的怎么样？吃得饱不饱？有没有生病？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”“奶奶放心，我很好，大家都很照顾我。你也要记得按时吃药，那些活等我回去干。”韦糊糊的鼻音渐重，听着祖孙二人相互关心的话，一旁的景鹤渊眼眶泛酸。很难想象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但正因为如此，这份亲情才更让人动容。韦奶奶忍着眼泪说道：“你平安就好，咱们别浪费景律师的电话费，挂了吧。”电话虽然挂断，但她含泪的双眼中却满含不舍。韦奶奶将手机还给景鹤渊，感激涕零：“景律师，真的谢谢你。”景鹤渊喉间紧塞：“奶奶别这么说，这只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韦糊糊其实也是想让你去治疗，您还是说知道。”韦奶奶摇摇头，再次拒绝：“一颗果子熟透了就会落地，我老了，不要再浪费那些钱了。景律师，谢谢你。”景鹤渊被韦奶奶这番话说得有些于心不忍，但韦奶奶一再推辞，他也不能再劝，只叮嘱他照顾好自己，有事让邻居联系自己后，才离开去了律师事务所。医院病房，韦糊糊满脸泪水地将手机交给狱警。狱警见他这样，忍不住关心道：“你还生着病呢，注意身体。”韦糊糊抬手擦掉眼泪：“谢谢，我知道了。”但想起一直在家等待自己，担心自己的韦奶奶，他怎么也止不住眼泪。从知道还能活下去开始，韦糊糊就想回家。他宁愿死在那种清贫的日子里，也不要让奶奶孤独。上述材料递交到法院后，二审将在5天后开庭，珠宝店的经理也被派出所带走调查。
景鹤渊把工作忙完，靠着椅子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。忽然，手机响了起来。他拿起一看，是孟凡的电话。景鹤渊眉目一深，难道是韦胡胡出事了？孟医生，怎么了？孟凡道：景先生，我和胡医生给韦胡胡制定了手术方案，如果你现在方便，可以过来一下吗？听到是这事，景鹤渊才放下悬起的心。他看了眼手表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挂了电话，景鹤渊起身拿起外套就往外走。刚走出律师事务所，他正要拦辆出租车，却见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追这个气球跑到了马路上。一辆轿车来不及刹车，直直朝小男孩撞去。小瑞！随着一个50多岁女人惊恐的大喊，景鹤渊飞身上前，一把将小男孩抱起。砰的一声坠响，腰部的疼痛让景鹤渊忍不住闷哼了一声。小瑞！那女人满头大汗地跑来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将景鹤渊怀里的男孩抱起，而后又去扶景鹤渊。小伙子，真的谢谢你了。景鹤渊忍着痛，没事。女人拉了拉被吓红了眼的小男孩，快跟叔叔说谢谢，再也不许乱跑了。小男孩含着泪说了声谢谢。景鹤渊记挂着韦胡胡的事，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匆匆地走了。哎，小伙子，我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吧。女人话还没说完，景鹤渊已经上了出租车。医院办公室，孟凡见有些狼狈的景鹤渊，面色一正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景鹤渊随意地拍了下衣袖上的灰，没什么。韦胡胡的手术安排在什么时候？他现在病情稳定，所以手术定在了下个星期一。魏延，景鹤渊眉头蹙了蹙。下个星期一正好开庭，那他就不能在医院陪着韦胡胡了。但这两边都不能改时间。正当景鹤渊踌躇时，身后传来一声小孩的舅舅。他转过身，见那男孩正是半个小时前自己救的孩子，不由愣住了。小瑞，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孟凡惊讶地看着孟母。孟母看见景鹤渊后，目光一亮，小伙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被他这么一说，孟凡一头雾水地看着景鹤渊，你们认识？小瑞拉着他的手，舅舅，这个叔叔刚刚救了我。孟母解释了刚刚景鹤渊救了小瑞的事，孟凡听得心惊胆战，对小瑞说教了几句后，感激道：谢谢你，景先生。景鹤渊淡笑，就当我替韦胡胡报答你救他吧。这话带着几分似有若无的暧昧，让孟凡忍不住也笑了出来。不知道韦胡胡听到这话会是什么心情。孟母打量了一下办公室，叹声道：真是比以前大多了。景鹤渊眼底划过一抹疑惑。孟凡笑着解释：我妈以前是这儿的产科医生。孟凡将具体的手术风险和注意事项跟景鹤渊说清楚，又叮嘱道：景先生，法洛4联症术后的后遗症高达60%，韦胡胡往后的生活可能需要更多照顾。景鹤渊眸色一深，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。韦奶奶年迈，自理都已经勉强，怎么还照顾得了韦胡胡？他抿抿唇，语气带着丝坚定：我知道了。法洛4联症。一旁带小瑞玩的孟母忽然道：小凡，你手底的病人是个孩子？不是，是个20岁的女孩。孟凡摇摇头。景鹤渊见孟母神情好像在回忆什么，
而眼神也透着丝惋惜，忍不住问：“阿姨，您对这病很熟悉吗？”孟母无奈地笑了笑，产科医生哪有不熟悉这病的？我见过很多一出生就带着这先天性疾病的孩子，当年我还亲自接生过一个。说到这儿，她叹了口气，那也是个女孩，刚出生就被诊断出法洛4联症，可没多久她父母就抱着她出院了。魏延、景鹤渊眉头一蹙，不知道怎么的，他竟然觉得孟母所说的那个女孩和韦狐狐有点像。景鹤渊正要追问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王林打来的，让他去一趟派出所。景鹤渊应了声后，又马不停蹄地离开了。孟凡望着那匆忙而去的背影，摇头叹息，这哪里像是一个被单恋的人。病房，韦狐狐坐在病床上，目光落在吊瓶滴壶上，心里数着那一下下滴落的药水。今天景鹤渊没有来，他也想再跟奶奶说说话，但他知道不能再给景鹤渊添麻烦，为了自己的事，他现在一定忙得晕头转向。叩叩叩，一阵敲门声后，狱警拿着景鹤渊给的手机走了进来。韦狐狐，你律师的电话。魏延、韦狐狐愣了瞬，随后反应过来后立刻接过，朝他说了句谢谢，才将手机贴在耳旁。小叔。听见他带着些许兴奋的声音，景鹤渊顿觉所有的疲惫都被一扫而空。他揉着太阳穴，语气放轻：“抱歉，今天我不能去看你。”抱歉2个字让韦狐狐眸色一怔，他没听错吧？景鹤渊这是道歉？仅仅为了不能来看自己道歉？韦狐狐像是他就在自己面前似的摇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忙，我很好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忽然有多了丝小心谨慎：“你的胃，记得吃药。”面对韦狐狐的关心，景鹤渊又好笑又心疼。明明病重的是他，他反而更在意自己。这种不同于被父母放在心上的惦念，让景鹤渊感到愉悦和温暖。放心吧，另外下个星期一2审开庭，我会作为你的律师出庭。他放下手，摩挲着桌上的水杯：“你那天做手术，不过我会尽快赶过去。”也许是前后2人相处的态度变化太大，韦狐狐总觉这是自己的梦。电话已经挂断了好一会儿，他还沉浸在景鹤渊少有的温和中。如果这真是梦，那就慢点醒吧。另一边，景鹤渊从派出所出来后先回了家。他坐在沙发上，愁眉深锁。想不到经理一口咬定是因为自己看不起韦狐狐，想开除他，却又碍于他是林淑妍介绍来的，所以才诬陷他盗窃。每一句话都把林淑妍撇得干干净净。景鹤渊嘲讽一笑，腹诽自己真是小看了林淑妍。叩叩叩，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。景鹤渊卸下疲惫，起身去开门，可门外的人让他脸霎时一沉。你来干什么？林淑妍依旧是一身高定，成熟妩媚。她靠着门框，眉眼一挑：“阿姨说我一个人住着不安全，让我搬过来和你一块住。”魏延、景鹤渊目光立刻噙满了不悦。他瞥了眼林淑妍身边的行李箱，冷声道：“我反倒觉得你才是那个不安全的人。”林淑妍神情微僵，却还是强颜欢笑地拉住他的手：“鹤渊，你别生气了，你要帮韦狐狐，我不反对。”说着，他亲昵地靠在景鹤渊的肩头：“我还想等他好了之后当我的伴娘呢。”
这样的接触让景鹤渊心里生了丝恶心，他后退一步，抽出手，看来你出国留学几年，本事没见长，脸皮倒厚了不少。毫不遮掩的讽刺让林淑妍羞愤不已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况且你明明答应过要和我结婚的。景鹤渊嗤笑，我为什么不能说你？我倒觉得我说的比起你做的已经是很有教养了。想起韦胡胡说的话，他眼神又多了分憎恶。林淑妍不甘地攥了攥拳，抬眼质问，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韦胡胡才这样的吧？景鹤渊沉默，只是眉头越拧越紧。你就是喜欢他吧？林淑妍红一阵白一阵的脸好像要扭曲了似的。景鹤渊唇线轻动，喜欢。试探性地将这两字说出口后，他发现自己并没有任何负担，反而有种终于卸下了担子的轻松感。而林淑妍却因为他这清晰简单的回答僵在了原地，带着侥幸的心也像是被刀全部刺破了一样痛着。景鹤渊并没有再给他开口的机会，直接关上了门，将他拒之门外。叩叩叩！景鹤渊！门外，林淑妍气急败坏地砸着门，声音因为愤怒而尖锐了几分。景鹤渊充耳不闻，走进厨房烧水，冲了碗韦胡胡准备的米糊。不一会儿，外头就没声音了。他看了眼大门，神色冷淡地坐回了沙发。一口一口香甜的米糊让景鹤渊连日来的疲惫消减了不少。他看着手里的空碗，不觉想起刚刚自己那个回答。景鹤渊向来不会让自己的思维永远困在一个地方，他也明白自己既然能说出喜欢，就不会把对野尾胡胡的感觉当作纯粹的同情。他放下碗，起身走到阳台，望向远处的落日，唇角微挑。不知道韦胡胡的病房能不能看到这样漂亮的晚霞。5天后，关于韦胡胡盗窃一案二审正式开庭，景鹤渊作为韦胡胡的律师出庭。在确凿的证据下，经理也无从辩驳。他从韦胡胡口袋搜项链时，其实项链已经在他袖子里，只是抽出来时不慎划伤了手腕。为了不让警方验出自己的 DNA， 便偷偷换了条新的项链，而原来那条则被他卖给了一个朋友。由于经理认罪，二审判决的时间也缩短成了半个月。庭审结束后，景鹤渊立刻收拾东西，准备去医院。法院外，许哲开着景鹤渊卖给自己的车等着他。见人出来了，立刻喊了声：“这儿呢！”景鹤渊愣了瞬，而后走了过去：“你怎么来了？送你呗。”许哲坐进车里，看着他上车后又说：“你看你没车，去什么地方都不方便，一会儿你把车开回去吧。”景鹤渊毫不犹豫地拒绝：“不用，既然已经卖给你了，哪有拿回去的理？”听到这话，许哲气笑了，还好意思说：“你让我莫名其妙地买了辆车，别废话了，快点开车。”景鹤渊催促道。许哲撇撇嘴，发动了车子。路上，他瞄了眼心神不宁的景鹤渊：“你在担心他？”景鹤渊望着窗外，目光沉静。而他没有迟疑的回应，也让许哲有些惊讶，现在知道自己喜欢他了。魏延，景鹤渊垂眸看着手里的庭审文件，许哲笑着打趣道：“也是，你都快成老男人了，该结婚了。”景鹤渊神色一凛：“别忘了，你还带我3个月。”医院。
许哲本想也跟着去看看韦狐狐，但硬是被景鹤渊以人多太吵的理由赶走了。狱警说，韦狐狐2个小时前进的手术室，可能还需要等2个小时。景鹤渊也只能站在手术室外，默默等待着。终于，门框上那焦灼的红灯熄灭了。一身手术费的孟凡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景鹤渊赶忙上前：“他怎么样了？”孟凡喘了口气：“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。”听到这话，景鹤渊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还处于麻醉状态的韦狐狐被推去了病房，孟凡叫住正要跟上去的景鹤渊：“景先生，等会儿你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我有事跟你说。”孟凡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可能关乎韦狐狐的身世。”景鹤渊眸色一正：“韦狐狐的身世？”他看了眼已经进了电梯的韦狐狐，点点头：“好。”病房，韦狐狐再次醒来，见又回到了最开始的病房，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。他从来没觉得活着是这么一件幸福的事。他缓缓侧过头，正好撞上景鹤渊那双深邃的墨眸。韦狐狐愣了愣，哑声开口：“小叔。”景鹤渊抬起手，迟疑了一下后才慢慢地朝他额头前的碎发抚去：“疼不疼？”韦言。韦狐狐心微微一顿，打麻药的时候有点疼。他看着景鹤渊有些苍白的脸，目光多了分愧意：“小叔，你瘦了好多。”韦狐狐知道这段时间景鹤渊不仅要忙自己的案子，还要帮他照顾奶奶，人怎么能不瘦？景鹤渊忽然笑了出来，却又无法抑制心底对他的怜惜。为什么他总是在明明他最艰难的情况下去关心他？景鹤渊收回手，斟酌了好一会儿才问：“韦狐狐，我当初的那点好，真的值得你记这么多年吗？哪怕我一再赶走你。”韦狐狐眸光微闪，陷入了沉默，好像在整理思绪。也是因为他的沉默，景鹤渊突然开始紧张害怕。他怕韦狐狐想清楚后后悔，这场还没挑明的感情，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终于，韦狐狐慢慢开口：“小叔，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。”景鹤渊愣了，显然没明白他这话的意思。“你很善良，可我却打扰了你平静的生活。”韦狐狐慢慢红了眼：“但小叔，你真的值得我牢记在心，你真的很好。”说到这儿，他自嘲地笑了笑：“我没上过多久学，连夸人都不会。”景鹤渊心一紧，轻轻握住他的手：“我也应该向你道歉，或许因为生长环境的差异，我忽视了你的内心想法。”温暖像是从指尖淌进了韦狐狐的心里，让他眼眶酸涩。对于他来说，和景鹤渊牵手已经是很亲密的动作了。而此次此刻，他也没有从眼前人目光里看到一丝冷漠和拒绝。景鹤渊看着韦狐狐的十鬓泪水从眼角滑落，蹙起眉抬手擦去：“等你好了，我们试着在一起吧。”景鹤渊并没有直白地将自己的感情说出来，而是给了各自余地。在他眼里，韦狐狐就像个孩子，在爱情方面就像张白纸。如果他把对自己的敬仰和依赖当成爱，等他明白过来后，也能走得没有负担。韦狐狐紧皱的眸子微颤着：“小叔，你能再说一遍吗？他真的没有听错吗？”景鹤渊说：“等自己好了，要跟他试着交往。”我知道你肯定听清楚了。
景鹤渊帮他捻了捻被子，我是认真的。韦胡胡微张着嘴，惊讶而激动地说不出一个字。突然，景母的话像是一颗炸弹，摧毁了他所有美好的幻想。韦胡胡下意识地缩回了手，眼神开始闪躲。景鹤渊眉头一皱，怎么了？韦胡胡沉默了几秒，忽然说，我有点困。带着倦意的语气让景鹤渊有些心疼，他刚做完手术，的确不能说太多的话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一会儿再来看你。景鹤渊轻声说完，站起身慢慢走了出去。等病房门关上，韦胡胡望着天花板，慢慢哭了出来。他也不想这么自卑，但景母的话就像扎在心上的一根刺，不断提醒着自己和景鹤渊的差距。他不想因为自己让景鹤渊再被别人调侃，甚至被看不起。医院办公室，已经换了身白大褂的孟凡见景鹤渊来了，起身将门关上。景鹤渊见他神秘兮兮的模样，一脸的不解。我妈是这家医院之前产科医生的事，你知道吧？孟凡坐了下来，表情分外严肃。景鹤渊点点头，和韦胡胡的身世有关。你那天走后，我跟我妈聊过，她说20年前医院送来一个难产的产妇，她给那个产妇做了剖腹产，可没想到孩子被查出有法洛4联症。孟凡指尖轻扣着桌面，孩子的父母原本打算让孩子治疗，但得知费用后态度就动摇了，结果还没1个月就把孩子接走了。景鹤渊眉心紧拧，你是说那个孩子可能是韦胡胡？当然不一定那么巧，不过我妈说那个孩子左大腿内侧有块红色胎记。孟凡推了推眼镜，话里有话似的。景鹤渊神色一怔，大腿内侧的位置的确有些私密，而且也不好直接去问。忽然他想到了韦奶奶，韦胡胡是他养大的，肯定知道。景鹤渊看了眼手表，一会儿自己可能还要去趟律师事务所，便也只能决定明天再去问韦奶奶。他看向孟凡，由衷地道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孟凡笑了笑，没什么，如果韦胡胡真是那个孩子，那对父母可就是犯了遗弃罪了。景鹤渊点点头，如果找到了人，可能还需要让阿姨去指认。次日，景母原本想借着探监日去找韦胡胡，可得知他已经保外就医，愣了一下。可下一秒，心中反而因为他的遭遇而出了口气般的痛快。他看着狱警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，同志，他得了什么病啊？狱警想了想才回道，好像是什么法洛4联症。景母瞳孔一紧，嘴角的笑霎时僵住。良久，他才回过神，心不在焉地说了句谢谢后离开。离开监狱，景母缓和好情绪后，忽然想起韦奶奶。既然韦胡胡还有长辈，那就让长辈管教管教他。因为下了一整晚的雨，本就潮湿的胡同里到处都是积水，空气里也弥漫着一股难闻的酸臭味。景母用纸巾捂住口鼻，目光嫌恶地按照地址找到韦胡胡的家。一大块尼龙布罩在成堆的废纸上，狭窄的院里只有勉强能落脚的空地。景母扫了一眼，更觉韦胡胡低贱。这时，韦奶奶拄着拐杖从堂屋里走了出来。她以为是景鹤渊，可看到是一个穿着贵气的陌生女人时，她疑惑地问：“您找谁？”景母望向她，
一副优越的姿态，你就是韦胡胡的奶奶。听见他提起韦胡胡，韦奶奶更为不解，您是？我是景鹤渊的母亲。景母回了一句。韦言，韦奶奶忙热情地让他进屋坐，可看他穿着崭新的衣服，又怕里头的灰蹭脏了他，便拿起一个比较干净的椅子放在他面前，您快坐。也许是因为景鹤渊的和善，让他觉得景母一定也是个温和好相处的人。然而景母瞥了一眼，并没有落座，而是道：我看你一把年纪了，教育孩子一定是力不从心吧。讥讽的语气让韦奶奶愣了一下。景母看着眼前一堆废品，嗤笑，还真是什么地方出什么样的人。说完，他转头看向韦奶奶，老人家，看在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就不把话说太绝，以后你还是管好自己的孙女，让她不要再缠着我儿子。韦奶奶拄着拐杖的手颤了颤，景夫人，我想你一定误会了，还有什么好误会的？景母不耐地打断他，忽然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这里面有30万，够他给你养老了，你让他放过鹤渊吧。韦奶奶看着银行卡，眼中多了分愤怒。她没有接，佝偻的身子在此刻显得分外倔强。景夫人，我知道雨雨和景律师不合适，也不可能，这钱我们不能要，我们是穷，但人穷志不穷。这话像是激怒了景母，她讽笑一声，好一个人穷志不穷，你孙女偷了人家东西，被人家抓个正着，你还在这儿装正直。韦言，韦奶奶眼神一正，当即否认，不可能，雨雨绝对不会偷东西。她还记得韦胡胡10岁的时候捡了一个钱包，硬是顶着大雨在原地等了2个小时，也因为这个才发了高烧。这样的韦胡胡怎么可能去偷东西呢？景母言语尖利，你还不知道，韦胡胡早就坐牢了。也对，这么丢脸的事，谁愿意说出去？他收回卡，冷冷地看着如遭雷击的韦奶奶，也不知道他还有不有机会坐完牢出来给你养老送终。说完，景母转身离去。韦奶奶站在原地，紧皱的双眸跟着身子筛糠似的抖动着。她以为韦胡胡是去治病了，她才装作不知道。可是坐牢，她怎么能坐牢？她还生着病呢。巨大的打击让韦奶奶轰然倒地，她捂着胸口，脸色惨白的大口呼吸着。律师事务所。景鹤渊让助理时刻注意法院发来了的文件后，拿起给韦奶奶买的药，准备去看她。可刚出大门，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过来。景鹤渊蹙了下眉，按下了接听键。你好，景先生，这里是荣城医院，请问您认识韦明华吗？韦言，景鹤渊一怔，是韦胡胡的奶奶。认识，她怎么了？她突发心梗，现在正在抢救，您过来一趟吧。景鹤渊赶去医院，韦奶奶却已经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。突如其来的变剧让她猝不及防，更担心如果韦奶奶出了事，自己该怎么跟韦胡胡交代。你是韦女士的家属吗？一个拿着病历本的医生走了过来。景鹤渊点点头，眉目紧凝，我是。医生面色凝重，他目前的情况很危险，除去心梗，我们还查出他患有严重的肾炎，已经出现了肾衰竭的情况。听到这话，景鹤渊心猛地一沉，立刻问医生能不能手术治疗。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，作为医生，
我不想放弃任何一位患者，但我也只能将真实的情况告诉你们家属。老人家病情严重，加上他年纪大了，治愈希望渺茫。只要有一丝希望救治，不管花多少钱。景鹤渊攥着拳，一字字道：韦奶奶是韦胡胡的精神支柱，她如果走了，韦胡胡一定会崩溃的。医生也只能说会尽力，但还是让景鹤渊做好思想准备。等粗略估计完韦奶奶的治疗费后，景鹤渊才发现手里头的钱根本不够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再次打电话给许哲。许哲接到电话后赶到医院，见景鹤渊站在住院楼下的树边，愁眉深锁地抽着烟。他一脸诧异：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？景鹤渊动作正了正后，将烟扔掉斩灭。这次就当我欠你个人情。魏延，许哲神情也震惊了几分，怎么突然又要这么多钱？韦胡胡情况不好了，是他奶奶。景鹤渊抹了把脸，企图让自己清醒一些。心梗加上肾炎，必须要做手术。许哲皱眉：韦胡胡知道吗？景鹤渊摇摇头，不能告诉他，他才做完手术。然而说着话时，他眼眶却泛了红。看来自己又得对韦胡胡撒一个谎了。许哲叹了口气，抬手拍了拍他的肩：放心吧，韦奶奶这边交给我，你把韦胡胡的案子处理完再说。景鹤渊看着眼前多年的好友，由衷地说了声谢谢。病房，韦胡胡出神地看着天花板，思绪游离在一片空白中。叩叩两声轻轻的敲门声后，景鹤渊走了进来。他坐到病床旁，目光深深：今天感觉怎么样？韦胡胡回过神，慢慢地转过头，眸光微亮：小叔，你又熬夜了吧？景鹤渊愣了愣：你眼睛都红了。韦胡胡语气带着心疼，连同声音都轻了不少。景鹤渊忙垂眸眨眨眼，遮掩自己的情绪，只是睡得晚了些。韦胡胡的手指动了动，似是想去握住他的手，可最后还是缩回了被子。一提何家读他抿抿唇，企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：我想奶奶了。魏延，景鹤渊心一顿，又一次无法面对韦胡胡的眼神。我来之前去看过他了，他很好，等你好些了再跟他通话。韦胡胡没说话，反而转移了视线，望向了窗外。小叔，我昨晚做了一个梦。景鹤渊顺势问：什么梦？我梦见我坐在大巴车上，奶奶站在车窗外，她亲了我一下。说着，韦胡胡突然哽咽了起来。后来车子开走了，我看着奶奶离我越来越远，景鹤渊心霎时被一只大手攥住了一般疼着。他轻轻握住韦胡胡的手：那是梦。韦胡胡转过头，泪眼婆娑：小叔，我害怕。韦胡胡望着景鹤渊，心底的抽离感和恐惧好像不断地开始放大。他以前从来没做过这样的梦，那种只能眼睁睁看着至亲远去的无奈和不舍，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。景鹤渊缓缓收紧了手，哑声道：有我在。如同承诺般的话让韦胡胡眼眸一震：等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再去害怕。景鹤渊抬手轻轻抚去他脸颊上的泪水，眉眼间满是心疼：一会儿我再去看看奶奶，你别担心。脸上温暖中带着粗糙的抹撒，让韦胡胡鼻尖一酸。他握住景鹤渊的手，颤声道：谢谢，
看着韦胡胡睡着后，景鹤渊才轻轻地抽回被攥着的手，放轻脚步离开病房。离开病房，他好像是一条搁浅的鱼，回到了水中。景鹤渊站在走廊转角，倚着墙大口呼吸着，可再怎么去稳定心绪，还是无法抑制那些悲伤和愧疚。他不敢想象，如果韦奶奶真的去世了，韦胡胡会有多难过，更不知道自己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。良久，景鹤渊才忍住情绪去看韦奶奶。下午下了场大雨，如同将水浇在烧红的铁锅上，闷热难忍。想起1个多星期前在景鹤渊那儿受的委屈，林淑妍越想越气。为了韦胡胡，他居然那么说自己。林淑妍正想去景家找景母诉苦，却在景家门外看见了景母和景父正在争吵什么。他一愣，忙坐在了转角处的墙后。都这么多年的事，还提他干什么？景母不耐烦地吼了声。景府也黑着脸，要不是你说韦胡胡也有法洛4联症，能扯出以前的事。听到这话，景母哑口无言，却还是一脸愤恨。半晌，景府沉叹了口气，那孩子和我们没缘分，也许早就投胎到一个好人家了。听了这话，景母竟然红了眼。两人也没再说什么，坐进了车里后离开了。林淑妍一脸疑惑地看着渐渐远处的车。韦胡胡，法洛4联症，以前的事，他们到底在说什么？他紧蹙着眉，下意识觉得景父景母肯定有什么秘密。林淑妍眼底划过一抹算计的光芒，转身慢悠悠地离开。一连几天，韦胡胡的情况好了好多，可以短暂地坐起身。但韦奶奶却与之相反，原本定好的手术方案因为病情恶化而无法进行。景鹤渊守在病房外，朝许哲道：“你在这儿也好几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”许哲看他两眼满是血丝，显然更累的是他。不过自己还有工作，也只能暂时离开，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，别一个人硬撑着。景鹤渊点点头，目送许哲离开。他转身望向病房中的韦奶奶，带着丝疲倦的双眼，满是期盼。也只有想到慢慢康复的韦胡胡时，他的心情才轻松了些。正当景鹤渊尝试着开始想象往后自己和韦胡胡的生活时，韦奶奶身边的心电仪钟开始滴滴作响，绿线也变成了一条直线。他心猛地一紧，医生，医生！医生护士匆匆赶来，在查看完韦奶奶的情况后，立刻实施抢救。那枯瘦的身体随着心脏起搏器抬起下落，反反复复多次，心跳才勉强回来了。景鹤渊脸色苍白地松了口气，恍如自己去鬼门关走了一遭。但医生却一脸沉重地走出来：“抱歉，景先生，老人家我们已经给他注射了强心针，有什么话就快说吧。”孟凡给韦胡胡做完检查，正想叮嘱他翻身动作不要过大，却听韦胡胡问：“医生，我奶奶有心脏病，吃了很久的药，她的病能治好吗？”韦言，孟凡沉默了瞬才回道：“早期的话是有可能治愈的，当然，严重的时候虽然不能治愈，但也能缓解。”韦胡胡蹙眉，轻轻碰了碰胸膛上的伤口：“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，能不能不要再做手术了？”孟凡脸上露出一丝疑惑，但很快明白过来：“你想省下钱给你奶奶治病？”
韦胡胡点点头，神情踌躇。奶奶为我辛苦了20年，可我没能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。还有小叔，我欠他太多了。他越说越觉得自己没用，这2个人真是他用几辈子都还不清的恩人。孟凡浅笑安慰道：我想你健健康康的，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报答了。重症监护室，景鹤渊站在病床旁，红着眼看着奄奄一息的韦奶奶。他张了张口，却发现自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韦奶奶枯树皮般的手颤抖地抬起。景律师，景鹤渊忙握住她的手，俯身凑到她面前，努力听她气若游丝的声音。奶奶，韦奶奶喘着气，浑浊的双眼噙满了不舍、期盼和思念。雨不会偷东西。景鹤渊心头一震，难道说他知道了韦胡胡的事？可自己从来没有跟他说过韦胡胡被诬陷的事啊。他生病了，你帮帮他，让他活下去，我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。泪水从韦奶奶的眼角落下，凄凄哀求听得景鹤渊心如刀绞。他强忍着眼眶的酸涩，嘶声道：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他的，他也在等您呢。韦奶奶眼皮渐渐耷下，我枕头下放着存折，里头的钱给雨治病。慢慢的，她眼神开始涣散，却还是憋着口气似的不愿撒手。景鹤渊看着韦奶奶长着的嘴，声音都开始颤抖。奶奶，雨没有偷东西，她正在治病，她很快就能好了。这话像是了却韦奶奶的心愿，她僵住了般的嘴缓缓合上，沉重的眼皮再也支撑不住。雨啊！一声带着不舍的呼唤，伴随着手的垂落，消散在心电仪的低声中。景鹤渊瞳孔一紧，怔怔地看着已经没了呼吸的韦奶奶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眼前的人变成了韦胡胡。护士走了进来，劝了几句后，将被子盖过了韦奶奶的脸。景鹤渊眼神空洞地走出重症监护室，几次踉跄，差点摔倒。寂静的走廊像是放大了他心中涌起的悲伤。景鹤渊再也忍不住，蹲下失声痛哭起来。从得知自己被父母遗弃到现在，无论受过多少委屈，他也没像现在这样哭过。也许是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在自己面前离世，又或者是想到还在对抗病魔的韦胡胡，景鹤渊靠着墙，通红的双眼望着走廊尽头的窗户。半个月，关于韦胡胡的2审判决下来了，改判韦胡胡无罪，撤销一切处罚。狱警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韦胡胡，让他签下文件后便走了。景鹤渊刚进病房，韦胡胡就朝他伸出手，泛着泪光的双眼满是欣喜和激动。小叔，我没罪，我可以去看奶奶了。景鹤渊脸上的笑意在听见韦胡胡说要去看韦奶奶时陡然僵住。他强扯着嘴角，等你完全康复再回去看她，这样还能给她一个惊喜。韦言，韦胡胡失落地垂下眼帘，可我半个多月没跟她说话了。我想她和韦奶奶从来没分开这么久过，特别是这几天老是梦见以前和韦奶奶在一起的画面，她更想快点回家。景鹤渊似乎怕眼神出卖了自己，立刻将韦胡胡抱进怀里。奶奶告诉我，你一定要有个健康的身体回去，不然她会担心难过。突然被拥进怀里，韦胡胡整个身体都好像被冰封住了，双手也不知道该放在哪儿。
除了韦奶奶，他从来没和其他人这么亲密过，而且对方还是自己喜欢了多年的景鹤渊。韦狐狐红了脸，小心地抓住他的袖口。我知道了。他顿了顿，又问小叔，等我好了，你是不是就要离开我了？魏延，景鹤渊眉头紧蹙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韦狐狐低下头，瓮声道，我知道你其实是可怜我，我有自知之明，这些天已经让我此生难忘了。他声音越来越小，也越来越没有自信。这些天，景鹤渊对自己的温柔和耐心，就像他很久以前做的梦一样，但梦终究是会醒的。景鹤渊握住他的手，一字一句，天下有那么需要可怜的人，我偏偏可怜你。他轻轻捧起韦狐狐的脸，语气似劝似怜，你无非就是觉得我们差距太大，怕影响我。韦狐狐，你一直都是个坚强的人，我也希望你为了我，慢慢学会勇敢。景鹤渊抿抿唇，在韦狐狐诧异的目光下继续道，其实我和你一样，也是被父母遗弃的孤儿，只不过在8岁的时候被领养，撇开我们生长的环境，我们还有什么不同？小叔，韦狐狐眼眶渐红，为了我，为了你奶奶，不要妄自菲薄。景鹤渊抹去他眼角的泪水，自己却觉喉间分外梗塞。韦狐狐抽噎了几声，一头扎进他怀中，无声哭泣。果然是越喜欢顾虑越多，可景鹤渊这番话让他更难放手。如果不是因为从小在别人讥讽嘲笑中长大，他也能勇敢地坦然地面对想和景鹤渊在一起的期望。景鹤渊抱着他，深深吸了几口气，将泪水逼了回去。他现在只希望等韦狐狐知道真相时，不要讨厌自己。入了秋，天气渐渐凉快。林淑妍查到韦狐狐的病房，谨慎地看了看周围后，才朝病房看去。病床上的韦狐狐正在熟睡。当看到那张脸时，他目光似是下意识地露出抹狠厉。林淑妍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，她看了眼病房门，扯下韦狐狐几根头发装进小密封袋中。她居高临下地看着韦狐狐，目光缓缓落在正一旁的吊瓶上。有那么一刻，他真想往里面注射一针毒药，让韦狐狐永远醒不过来。你该谢谢我，那么辛苦地帮你找亲生父母。林淑妍呢喃了一句，冷着脸收回视线，转身离去。不想在门口就撞上茶房的孟凡。孟凡看着他，眉头一蹙，你是谁？林淑妍面不改色地回了句，走错病房了。说完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孟凡心中又疑，忙进去查看韦狐狐的情况，还好一切都正常。他松了一口气，但再想起林淑妍的态度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墓园，细雨迷蒙，景鹤渊将花轻轻放在韦奶奶墓前。身后打着伞的许哲看着，忍不住问，你这样瞒不了多久，韦狐狐迟早会知道，到那时他可能会更加难过。景鹤渊望着墓碑上韦奶奶的照片，声音沙哑，医生说第2场手术前他不能有太大的情绪波动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魏延，许哲叹了口气，老天爷真是不开眼，明明那么善良的人。听到这儿，景鹤渊眼神渐冷，如果不是有人把韦狐狐的事告诉他，他不会突发心梗。知道这件事的除了我们还有谁？许哲皱起眉。景鹤渊站起身，
望向远处的目光翻涌起令人胆颤的寒意。刚从鉴定中心出来的林淑妍见景鹤渊突然打电话给自己，神情诧异。难道他想通了？这个猜测像是事实一样，让林淑妍立刻换了副表情接了电话。鹤渊，怎么了？你在哪儿？景鹤渊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冷漠。林淑妍看了眼一旁的鉴定中心，回道：刚从家里出来。20分钟后，东街的维也纳咖啡厅见。说完，景鹤渊便挂掉了电话。林淑妍愣住，俨然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难道他知道自己去了医院？他紧蹙起眉，开始纠结要不要去。可转念一想，自己又没对韦胡胡做什么，景鹤渊能拿他怎么样？揣着颗不甘愤恨的心，林淑妍坐进了车里，朝东街开去。维也纳咖啡厅卡座里，景鹤渊点了杯美式，目光时不时看向门口。15分钟后，林淑妍走了进来。他一眼便看见了景鹤渊，只是迟疑了一下，才走了过去。鹤渊，有什么事非要见面说？林淑妍坐了下来，眉眼间带着丝难以察觉的紧张。景鹤渊也没有拐弯抹角，直接就问：是你把韦胡胡的事告诉他奶奶的？魏延，林淑妍愣了瞬，怒极反笑：现在他出了什么事，你都会把错怪在我身上，对吗？景鹤渊沉默，但眼中满是怀疑和不信任。如果林淑妍之前没有做陷害韦胡胡的事，他也不会想到他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非要跟他在一起？林淑妍突然问。景鹤渊霞眸微眯，我以为我的回答已经很明确了。林淑妍冷笑，我只是好奇，你这么喜欢他，如果有一天你父母做了对不起韦胡胡的事，你会不会为了他把你父母送进监狱？景鹤渊紧蹙起眉，你说什么？一边是养育自己的父母，一边是喜欢的人，你会为谁辩护呢？林淑妍语气带着几分戏谑。景鹤渊脸色一沉，对他的话莫名有丝不安。林淑妍敛起笑意，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景鹤渊抹撒着杯子，开始剖析他刚刚说的话。他父母会做什么对不起韦胡胡的事？除了那次在公寓楼下，景母和韦胡胡有过一次碰面，应该不会有其他交集了才对。想了半天，景鹤渊也想不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他看了眼时间，便撇开所有烦心事儿，去了医院。医院病房，韦胡胡刚醒，护士就把药拿了过来。他吃了药，叫住护士问道：我现在可以下楼走动吗？护士笑了笑，孟医生说过可以，但尽量不要太久。听到这话，韦胡胡松了口气。他望向放着自己衣服的柜子，打定了主意要回去看看韦奶奶。次日，韦胡胡打了个电话给景鹤渊，得知他接了个新案子，今天不能来医院了。失落间还有丝庆幸，如果他在，一定不会让自己回去的。乘着护士换药的空当，韦胡胡换了身衣服，悄悄地溜出了医院。路上，他买了苹果和鸡蛋，还有给韦奶奶的一身新衣服。再次回到熟悉的胡同，韦胡胡脸上是遮不住的兴奋和欣喜。即便孩子还是会远远地朝自己喊瘸子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心情。韦胡胡一瘸一拐地小跑着，刚拐角就开始喊奶奶。可看见自家家门紧闭的时候，他愣了一下。
平时只有出门或者晚上睡觉时候才会关上大门，难道韦奶奶出门了？韦胡胡走上前，尝试推了推门，吱的一声，长着苔藓的老旧木门被推开，入眼的便是被尼龙袋盖着的废纸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韦胡胡一边走进去，一边高声喊着。然而始终没有那个拄着拐杖的和蔼老人从屋里出来，亲切地叫他雨雨。一种不安渐渐漫上韦胡胡的心，他紧抓着手里的袋子，朝堂屋走去。沉闷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桌上椅子上铺着一层薄灰，佛龛上常燃的蜡烛也变成了一滩凝固的蜡油。韦胡胡心一滞，仓皇的目光四处看着奶奶，任凭他怎么喊，都没有人回应。韦胡胡急红了眼，踉跄着跑去隔壁，迫切地敲着门。等门一开，他连声问张阿姨：“我奶奶呢？她怎么不在家呀？”张阿姨惊讶地看着消失了快2个月的韦胡胡：“韦胡胡，你这段时间都去哪儿了？”韦胡胡攥住她的手，似是要哭出来了：“奶奶在哪儿啊？我找不到她。”韦言，张阿姨目露同情，语气却像是在责怪：“她老人家都过世半个多月了，你不知道？”韦胡胡呼吸陡然一滞：“你说什么？你也是，明知道她有心脏病，还丢她一个人在家。”张阿姨的话好像无数道响雷在韦胡胡脑子里炸响，将他所有的意识劈成了碎片。他双腿一软，踉跄着退后了几步，猛地瘫倒在地。张阿姨吓了一跳，忙俯身去扶他：“你这孩子怎么？奶奶，奶奶！”韦胡胡扔下东西，哭着跑回了家。“奶奶，我是雨雨，我回来了。”他推开所有的门，期盼着这是韦奶奶像小时候那样跟自己玩捉迷藏，而静静靠在大门后的那根拐杖似乎在告诉他，这里再也没有那个对他视如己出，恨不得将所有的好给他的老人了。巨大的痛苦在心口炸开，韦胡胡捂着头，痛不欲生地哭着：“不，这不是真的，奶奶没有死。”他摇摇晃晃地跑出去，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打给景鹤渊，颤抖的手好像得了帕金森似的，几次差点将手机抛出去。韦胡胡深吸几口气，听着那一声声的嘟声：“小叔，接电话呀！他需要他告诉自己，韦奶奶还活着，还在家等着自己。”但平时那个响一声就接的人迟迟没有接电话，好像故意在逃避自己一样。突然，右边响起一阵刺耳的鸣笛和刹车声。韦胡胡转头望去，瞳孔骤然一紧，一辆车正飞快朝自己撞来。刹车声像是指甲在黑板上的声音，令人头皮发麻。韦胡胡步伐一乱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车停在他面前半米处，驾驶门被推开，警府神色紧张地从车上下来。“没事吧？”他将韦胡胡扶起，被他惨白的脸吓了一跳。韦胡胡喘着气，像是没了焦距的眼神呆呆望着前方。下一瞬，他突然晕了过去。警府一惊，慌忙抱住他：“孩子，孩子！”他以为韦胡胡受到了惊吓，赶忙把他送去了最近的医院。韦胡胡正在接受检查，警府在外头有些忐忑地等待着。这时，警母的电话打了过来：“这都快11点了，你人呢？”警母语气里满是埋怨。警府紧拧着眉：“路上遇到了点事儿，我处理完就回去。”
你在哪儿呢？景母问。明溪医院。景父刚过完，便见医生走了出来，忙挂掉了电话上前。医生，那孩子没什么事吧？医生看着他问道。你是病人家属？魏延。景府摇摇头，不是。医生脸色有些难看，根据检查，他患有严重的法洛4联症，而且有动过手术的刀口，绝对不能受刺激或者剧烈运动。再次听到熟悉的病名，景府神色一紧。这时韦糊糊清醒了过来，他看着陌生的环境，眼神迷茫了瞬后，霎时染上几分恐慌。他得去找奶奶。韦糊糊不顾护士阻拦，强行走了出去。门外的景父拦住他，孩子，你现在不能走，也许是心底一直存在的愧疚，让他对眼前这个患病的女孩多了分怜悯。我要去找我奶奶。韦糊糊声音虚浮，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。说着，他推开景府，无头苍蝇似的跌跌撞撞离开。景父看着韦糊糊的背影，莫名想起了那个孩子，如果他还活着，应该有他这么大了。阴沉的天空下，医院外人来人往。韦糊糊站在马路旁，突然不知道该去哪儿。奶奶，他呢喃了一声，泪水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。奶奶死了吗？我再也没有家人了。韦糊糊。尖利的声音让韦糊糊一怔，他转身望去，见景母一脸诧异和不满地站在几步外。看见他，韦糊糊又想起了那天景母羞辱自己的话。景父追了出来，赶忙劝道，孩子，回医院再做检查吧。见他对韦糊糊态度那么好，景母怒从心起，老景，你在干什么？他就是那个盗窃犯韦糊糊啊。他的话引来路人多看了几眼。景府也愣了，刚才的怜悯又多了分不悦。毕竟因为韦糊糊，向来听话的景鹤渊就差跟父母断绝关系了。景母冷冷看着韦糊糊蹲监狱气死自己奶奶，还好意思出来卖惨。听见这话，韦糊糊心一滞，奶奶怎么会知道自己坐牢的事？韦糊糊望向景母，他之前调查过自己，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，难道说是他？是你告诉我奶奶我坐牢的事？韦糊糊声音颤抖。景母迟疑了一下才回道，是又怎么样？难道不该让他知道自己孙女犯了错吗？一瞬间，这句话就像火引子点燃了韦糊糊心中的怒火。他通红的双眼一凝，一把扯住景母的手臂，凄声质问，为什么？他有心脏病啊！你这是杀人，杀人！景母被他扯得吃痛了，叫了声，厌恶地将韦糊糊推倒在地。见此，景父有些于心不忍，但想起景鹤渊，又不愿意去同情韦糊糊。你还有脸怪别人？要不是你恬不知耻的纠缠，鹤渊会和我们吵架，你奶奶会被你气死。景母恶狠狠地看着如遭雷击的韦糊糊，恨不得将所有罪行都丢在他身上。韦糊糊紧缩的眸子颤抖着，呼吸好像都被他这些话给扼住。景府看了眼周围异样的目光，阴沉着脸说，行了，让别人看见笑话。景母却咄咄逼人的嘲讽，要笑话也是笑话这个盗窃犯，自己不干净还要连累别人。照我说，你奶奶就是替你死的，你奶奶就是替你死的。短短一句话，像是烧红的刀子捅进了韦糊糊的心里，痛得他几近崩溃。
脑海中韦奶奶和蔼的笑脸也在一瞬间破碎，尖锐的碎片在脑子里乱飞。灼热的咸腥从心口涌上喉咙，韦虎虎猛地吐出一口鲜血，彻底昏死过去。律师事务所，刚结束会议的景鹤渊拿出手机，见有一个韦虎虎的未接电话，心微微一紧。他也许是想让自己去见韦奶奶，让他们通话。景鹤渊正想着说辞，孟凡的电话率先打了过来。他按下接听键，喂，孟医生。景先生，韦虎虎出事了。魏言，景鹤渊瞳孔一紧，顿觉有种急速下坠的失重感。怎么回事？他急声问。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，你快过来吧，可能要下病危书。听见病危书3个字，景鹤渊脸色一白，心好像都在一瞬间收缩到了极限。他扔下文件，飞快地跑了出去。助理诧异，景律师，你去哪儿啊？一会儿还要见委托人呢。医院。景鹤渊盯着满头汗赶到抢救室门外，门框上刺眼的红灯像是针扎进他的眼里。还没等他消化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一身手术服的孟凡从里面走了出来，面色凝重地将病危通知书交给他。薄薄的一张纸，景鹤渊却觉得重的自己都快拿不稳。他看着上面的寥寥几字，眼眶一红。这就代表着韦虎虎可能随时离开人世。他不想签，也签不下，我会尽全力的。孟凡一字字道。景鹤渊竭力控制住颤抖的手，在病危通知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拜托你了。孟凡点点头，转身进了抢救室。景鹤渊站在门外，怔怔地看着紧闭的手术门。他从来没觉得时间过得这么慢，每有护士出来进去，他都害怕会被告知韦虎虎没撑过去。直到3个小时后，孟凡才重新走了出来。景鹤渊哑声问，他怎么样了？孟凡抿抿唇，还算好，不过需要在重症监护室里观察24小时。听了这话，景鹤渊高悬的心稍稍放下了些。还在昏迷的韦虎虎被推出手术室，直接推去了重症监护室。景鹤渊缓缓放轻呼吸，紧皱起眉，他病情怎么突然恶化了？明明早上打电话的时候，他声音还中气十足的，怎么才几个小时就病危了？孟凡也拧起了眉，他偷偷跑出医院了。听到这话，景鹤渊愣住了。孟凡解释道，明溪医院那边查到他的病历资料后，开了紧急通道送过来的。景鹤渊面色一暗。明溪医院离这儿有将近半个小时的车程，韦虎虎怎么会从那儿转过来？但现在景鹤渊也顾不得许多，直接去了重症监护室外查看韦虎虎的情况。病房里，韦虎虎躺在病床上，半张脸再次被氧气罩覆盖，比上次更多的医疗仪器不停运转着，好像都在勉强支撑着那脆弱的生命。景鹤渊看着，心如刀割。他宁愿那些痛苦都落在自己身上，让瘦弱的韦虎虎不要再受一点折磨。好半晌，他才拿出手机给助理打了个电话，让他把自己手头上的案子转交给其他同事，顺便请了半个月的假。一整夜，景鹤渊都没有合眼地守在病房外，直至次日一早，孟凡买来粥递给他，你也别熬坏了身体，否则他肯定也会难过。
景鹤渊扯了扯嘴角，谢谢。他接过粥，却没有胃口吃。他目光始终不离里面的韦胡胡，生怕错过他的苏醒。忽然，韦胡胡眼睫一颤，似是恢复了意识似的，慢慢睁开了眼。他醒了。景鹤渊眸光一亮，下意识的就要进去。孟凡忙拉住他：“你先去换身无菌服，我去给他检查。”景鹤渊点点头，不舍得收回视线，转身去换衣服。几分钟后，他穿着无菌服走进重症监护室。孟凡收回助听器，嘱咐道：“情况稳定，但少说些话，他需要休息。”孟凡走后，景鹤渊轻轻走到病床边，看着脸色苍白的韦胡胡，声音轻的好像怕吓着他：“韦胡胡。”听见景鹤渊的声音，韦胡胡奋力抬眼：“小叔，你骗我！”满含悲戚和失望的话让景鹤渊心一震，不由自主地想起韦奶奶的事。而他的迟疑和沉默让韦胡胡红了眼：“奶奶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”景鹤渊收紧了拳，虚虚地嗯了一声。韦胡胡呼吸缓缓急促，泪如雨下：“我再也看不到他了，我没有家了。”他哽咽的声音像是刀刃割着景鹤渊的心，他立刻握住他的手，嘶声道：“你还有我。”他吞咽下满喉的苦涩：“我知道我不该瞒着你，但你不能受刺激。奶奶也希望你好好治疗。对不起，韦胡胡。”小叔。韦胡胡收紧被握住的手，似乎想从景鹤渊那儿得到支撑下去的力量。“你不要再骗我了，好不好？”“好，我再也不骗你了。”景鹤渊逼回眼泪，温柔地擦去韦胡胡的泪水。韦胡胡喘了几口气，疲惫地合上双眼。景鹤渊站在病床边，许久后才慢慢地抽出手离开重症监护室。门外，孟凡见他出来了，说道：“我打电话问过明溪医院那边，韦胡胡先被人送进医院，然而韦胡胡离开了，不过在医院门口好像跟一对夫妇起了争执。”“争执？”景鹤渊眉头紧拧，韦胡胡可不是个会吵架的人。孟凡扶了扶眼镜，听人说那个40-50的女人骂韦胡胡是盗窃犯，还说了气死了奶奶的话。听到这些话，景鹤渊霎时明白了，能骂韦胡胡是盗窃犯的除了景母还有谁？只是他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残忍，差点逼死了韦胡胡。景鹤渊摘下口罩，转身朝换衣间去了。“你去哪儿啊？”孟凡问道。“找罪魁祸首。”“景家。”景母神色不安地坐在沙发上，脑海里还不断回放着韦胡胡吐血的画面。她撑着额头，皱眉低下了头。“叩叩叩！”敲门声让景母心一惊，她看了眼一旁也是愁眉深锁的景母，不情愿地起身去开门。“舒言。”“阿姨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”林舒言问道。景母扯着嘴角：“没什么，进来坐吧。”林舒言走了进去，从容地坐了下来。“阿姨，叔叔，我这次来还是想拜托你们劝劝鹤渊。”魏延、景母和景父交换了个眼神，谁也没有应下这话。良久，景母才旁敲侧击道：“虽然我们不喜欢韦胡胡，但关于他盗窃的案子，我们也听到了消息。舒言，你说实话，那案子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”林舒言眼底划过一抹不耐，他并没有承认，却也没有否认。“阿姨，
你知道我喜欢贺渊很多年了，我特意从国外回来，就是想和他结婚的。”这话让景母脸色有些难看。我知道，但我想我未来的儿媳妇还是个正经人的好。景父也附和道：“舒言，贺渊脾气倔，你也不用为了他白费心思了。”林舒言冷嗤一笑：“正经人。阿姨，如果你未来的儿媳妇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觉得还正经吗？”景母和景父这话说愣了。“你在说什么呀？”景母不清楚他在说什么，但面色却还是渐渐变白。林舒言还没说话，景鹤渊忽然回来了。见他在这儿，脸当即拉了下来：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冷漠的态度似是刺激了林舒言破罐子破摔的心，他目光渐沉：“鹤渊，正好你回来了。我刚刚问阿姨，你未来的妻子，她的亲生女儿算不算正经人呢？”听了这番话，景鹤渊紧皱起眉，望向景母和景父：“舒言，做人要讲良心，你不能因为你和贺渊的婚事不成就乱说话。”景父的话惹来林舒言一声嘲笑：“叔叔，你也知道说良心。”说着，他站起身，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递给了景鹤渊：“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看见你为了韦胡胡，把叔叔阿姨告上法庭。”话落，林舒言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景鹤渊看了眼愣住的景父景母，打开文件袋，拿出里头的东西：亲子鉴定报告。他视线下落，确认亲生的印章肯定了景母和韦胡胡的母女血缘关系。景鹤渊心如雷震，怎么也不敢相信韦胡胡居然是自己养母的女儿。景母见他脸色发白，立刻上前去拿报告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景鹤渊回过神，将报告收起：“你是不是去找过韦胡胡的奶奶？”韦言，景母神情一怔，也没有否认，他没父母，不找他奶奶找谁？景鹤渊看向景父，声音竟带着丝颤抖：“爸，当初我选择当律师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说过无论做什么都不要丢掉自己的良心？”沉浸在回忆里的景府被这么一说，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景鹤渊突然明白了什么，他看着面前养育了自己20年的两人，再想起重症监护室的韦胡胡，心好像被硬生生地撕成了两半。在景母和景父惊诧的目光下，他抓着文件袋转身离去。秋风卷起落叶，拂过景鹤渊的脚尖，他看着手中的鉴定报告，拿出手机拨通了孟凡的电话：“孟医生，我想见孟阿姨一面。”孟家。景鹤渊刚坐下，孟母就把茶端了过来：“景先生，刚刚小凡打电话说你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”“阿姨，我想向您确认个人。”景鹤渊拿出手机，翻出景母大概30多岁的旧照片：“您认识她吗？”他不敢轻井相信林舒言，为了不落入他的诡计，只能找孟母试探一下。孟母眯了眯眼，从茶几下拿出眼镜戴上，细看了一会儿后，眸色一亮：“是他，上次我说的那个生下法洛4联症孩子的就是他。”韦言，景鹤渊心一沉：“您确定没认错？”孟母摇头，语气肯定：“不会认错的。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但对他的印象还很深。”说完，一脸疑惑地抬起头：“景先生，你怎么会有他的照片？”景鹤渊掩去眼中情绪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：“阿姨，谢谢您。”他没有久留，立刻赶去了医院。
孟凡站在病房门口，见景鹤渊失魂落魄地走了过来，上前问道：“问清楚了。”景鹤渊抬起满是血丝的双眼，望向病房中昏睡的韦胡胡，确定了亲生母亲。韦胡胡呢？护士说了，他左大腿内侧的确有块红色胎记。孟凡抬了下眼镜，听见这话，景鹤渊眼眶忽然一热，自言自语似的，他总说欠我太多，甚至一辈子都还不清，可现在看来是我欠他的，而且不止一辈子，是10辈子都还不清。没头没脑的话，孟凡脸上划过疑惑，但他也没有多问，劝他好好休息后便回办公室了。景鹤渊缓缓抬起手，隔着玻璃描摹着韦胡胡的眉眼，他哑声呢喃：“对不起，我又要骗你了。”他知道这个真相对韦胡胡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含辛茹苦将他养育长大的奶奶被他的亲生母亲逼死，对现在的韦胡胡来说是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。几天后，监狱会面室，景鹤渊看着老了10岁似的经理在狱警的押送下缓缓走了进来。经理有些诧异，显然想不到为什么他回来看自己。等经理坐下，景鹤渊才沉声道：“为别人蹲5年的牢，值得吗？”经理眼神黯淡，沉默不语。你当珠宝店经理这么些年，捞的好处都被林淑妍发现了吧？景鹤渊声音淡漠。经理自嘲一笑，她是老板的侄女，我一个小经理能怎么办？你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妻子和女儿？景鹤渊问。他们过得好就行。经理攥紧了手。景鹤渊抿抿唇，语速放缓：“不见得。你知道你女儿在学校里受了什么欺负吗？”魏延，经理神色一紧，抓住桌角急问：“小茹怎么了？”她一个朋友都没有，家长会告诉自己的孩子少跟她来往，连老师对她的态度都冷淡。景鹤渊看着经理越发变白的脸，一字字道：“很多小孩都说他是坏人的孩子。”说着，他拿出手打开一段视频，里面一个7、8岁的小女孩一边摇头一边哭着，对周围的小朋友喊着：“我爸爸不是坏人。”经理霎时红了眼，攥着手机痛哭了起来：“小茹，爸爸对不起你。”景鹤渊面不改色地看着他，根据法律规定，你只剩下3天上诉的时间。我想你也不愿意出狱后看到你女儿跟你形同陌路吧？经理颤抖的双肩僵了僵，良久，他抬起头，咬牙切齿：“我要上诉。另外，我还要告林淑妍利用亲属之便侵吞公款。”在重症监护室待了3天的韦胡胡终于转到了普通病房，因为他现在的身体暂时不能承受第2次手术，只能将手术日期延后。景鹤渊将熬好的鱼汤喂给韦胡胡，嗨嗨咳，韦胡胡不小心呛地咳嗽了几声，整个胸腔口闷疼了起来。景鹤渊连忙放下碗，让他靠在自己怀里，轻轻地帮他擦掉嘴角的汤渍。韦胡胡喘了几口气，声音有些虚弱：“对不起，小叔，麻烦你照顾我这个病秧子。”魏延，景鹤渊皱了下眉：“什么病秧子？人生来哪有不生病的？我开玩笑的。”韦胡胡笑了笑，其实他还是觉得自己有些过意不去。景鹤渊一个人处理了韦奶奶的后事，要负担她的医疗费，还亲自照顾她。韦胡胡靠在景鹤渊怀里，轻声道：“我想快点好起来，去看看奶奶。
再给你做饭还债。景鹤渊破天荒地露出一个笑容，那你得做多久的饭才还得清？做到我拿不起锅铲为止，但是怕你有天会吃腻。我不挑食。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了会儿话，景鹤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。他将尾狐狐轻轻放下后，才拿着手机走出去。是派出所的王林。景鹤渊微蹙了下眉，按下接听键。王警官，什么事？景先生，林淑妍失踪了，警方怀疑她可能会潜逃出境。如果你有她的消息，还请联系我。听见这话，他愣了瞬，好，我会的。挂了电话，景鹤渊担心地看着病房里自己拿起碗喝汤的尾狐狐。他担心林淑妍会偏执到做出什么对尾狐狐不利的事。想到这儿，景鹤渊更加不放心，立刻给助理打了个电话，又请了半个月的假。他收起手机，回到病房，接过已经空了的碗。尾狐狐，你想过找亲生父母吗？魏延，尾狐狐疑惑了瞬，而后垂眸摇摇头。我想，当他们决定抛弃我的时候，就不会再找我了。我又何必再找他们？他顿了顿，深叹了口气。也许我的父母那时候很穷，根本负担不起我的医疗费。这么一想，我也理解。我更庆幸遇见了奶奶付费独家。提起韦奶奶，尾狐狐不由红了眼。他抬起头，看着满脸心疼的景鹤渊，还有小叔。我忽然觉得命运对我没那么不公。景鹤渊抬手抚着他的脸，喉间发紧。他更加难以将自己所知道的事告诉他了。叩叩叩，一阵敲门声打破了病房中温情的气氛。尾狐狐抬头望去，脸色一变。景鹤渊转过头，爸。景府面无表情地走进去，尾狐狐下意识地往床边缩了缩，眼神多了几分恐惧。见状，景鹤渊立刻站起身，阻挡住景父的视线。你怎么来了？景府有些憔悴，看得出这些天都没怎么休息。他看了眼目光闪躲的尾狐狐，眸底划过一抹似有若无的愧意。他好点了吗？听见这话，景鹤渊眉心紧拧。出去说吧。景府也知道尾狐狐因为几天前的事害怕自己，只能收回视线走了出去。景鹤渊转身给尾狐狐盖上被子，温声道：没事的，我去跟他说几句话。说完，正要转身，却被他扯住衣袖，别吵架。景鹤渊怔了瞬，温柔地握了握尾狐狐的手。走廊尽头，景鹤渊望着窗外的树，声音淡漠，看来爸还是比妈聪明些。景父苦笑，我要是不来找你，你是不是打算永远瞒着我们？景鹤渊垂眸，至少等他康复。两人沉默了一阵，景父撑着窗台，语气多分少有的怅然。老天爷果然不会轻井放过有错的人。爸。景鹤渊看着他，眉眼间满是不忿。你们扔掉尾狐狐，只是因为他有遗传病。景父下意识地摸出烟，而后反应过来这是医院，又塞回了口袋。我跟你妈是在工厂里认识的，原本我们想结婚的，但父母都不同意，结果你妈偷拿了家里的钱跟我私奔了。她沉叹口气，后来我们结了婚，她怀孕了，当时我们都很开心，谁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诊断患有法洛4联症。说到这儿，景父红了眼，你妈哭了2天，但我们还是自私的把还没满月的孩子扔了，因为我们都不想过穷日子。刚开始那几天，
我们过得提心吊胆，可慢慢的就忘了，之后便决定领养个大一点的孩子。他没有再说下去，而是背过身擦眼泪。景鹤渊唇线微颤，良久才开口，所以是我享受了原本属于韦胡胡的生活吧。景父哑声回道，可你最后不是为了他耗费了很多钱和精力吗？韦言，景鹤渊悲戚一笑，他没有资格去指责景父和景母的不负责任和狠心，只是觉得上天真的在冥冥之中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事先别告诉你妈，她也会受不了的。景父抹了把脸，更显疲惫。景鹤渊点点头，我知道。景父忽然从口袋里拿出几张银行卡，塞到他手里，让他好好治病。见状，景鹤渊愣了愣，这些是自己那天和他们争吵时扔下的。没等他回答，景府转身走了。他头也没回，只有在韦胡胡病房外停留了几秒。景鹤渊望着那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2天后，警方在一栋公寓楼里抓到了躲藏的林淑妍。他被珠宝店所属集团起诉，而集团方的代理律师就是景鹤渊。韦胡胡得知消息后想去旁听，景鹤渊原本担心他的身体，但孟凡却说让他出去走走也好，他这才答应。开庭日，由于是不公开审理，旁听位上除了韦胡胡和陪着他的王林，就只有景父、景母和集团的几个高管。林淑妍父母离婚，自小跟着叔叔长大，他出了这事，竟没一个亲戚来看他。韦胡胡看着被告席上的林淑妍，突然想起了几个月前的自己。景府望向隔着条走道的韦胡胡，神情复杂。你看他干什么？景母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了句。景父欲言又止，以后对他好点吧。魏言，景母拉下了脸，就因为他的病和林淑妍几句胡话，你真把她当女儿了？景府面色微变，正要说话，法官一声肃静，让所有声音都消失。林淑妍以往的优雅妩媚，此刻只剩下了憔悴和狼狈。她泛红的双眼死死盯着列举她一条条罪状的景鹤渊，缓缓收紧了手。由被告人进行陈述。法官望向被告席，林淑妍紧抿着唇，转头望向旁听席的上分开坐着的景父、景母，还有韦胡胡。他眼神怔了怔，难道景鹤渊并没有把那事告诉他们？景鹤渊见林淑妍望着韦胡胡，眉心一拧。休庭时，他让王林一会儿带着韦胡胡先离开，直到宣判前，王林拉着韦胡胡往外走。韦胡胡一脸不解，王林姐，去哪儿啊？一会儿就，王林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便道：景律师说有事找你，让你先去车上等着。韦言，韦胡胡虽然心存疑惑，但关于景鹤渊的事深信不疑，便乖乖地跟着他走了。再次开庭，景鹤渊见韦胡胡走了，暗自松了口气。庭审结束，林淑妍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。他惨白着脸，被法警押送着离开法庭。林淑妍看着几步外的景鹤渊，通红的双眼满是恼恨，想不到最狠的人还是你。景鹤渊冷笑，你说3年一眨眼就过了，那12年你眨4次眼也就过了。听了这话，林淑妍面目一凝，却也再说不出什么话。停车场，王林去买水，
韦狐狐一个人站在景鹤渊的车旁等待着。最先出来的是景母和景父。景父看见他，迟疑了一下，走上前：“病好些了吗？”面对他的关心，韦狐狐眼神闪烁了一下后点点头，将带着点憎恨的目光扫向了景母。景母扯了扯景父：“你干什么呢？”话音刚落，戴着手铐的林淑妍被法警押送出来，直接对面的警车走去。景鹤渊也跟着走了出来。韦狐狐望去，不想正好撞上林淑妍妒怒的视线。在上警车的前一秒，林淑妍忽然朝他歇斯底里的怒喊：“韦狐狐，你奶奶是被你亲生母亲害死的，景鹤渊的父母就是你的亲生父母。”伴随着他癫狂的大笑，韦狐狐和景母都僵在了原地。景鹤渊脸色大变，立刻走到韦狐狐面前，沉声道：“他疯了，别听他的。”法警将挣扎的林淑妍推进警车。他们骗了你，他们所有人都骗了你。林淑妍的嘲笑随着警车越来越远。韦狐狐呼吸猛地滞住，他僵硬地转过头，看向一脸凝重的景鹤渊和景府，还有惊魂未定的景母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问道，声音颤抖得差点走调。没等景鹤渊回答，景母尖利地反驳：“一个疯子胡说八道的话，你们也信？”韦狐狐踉跄了几步，景鹤渊忙将他揽进怀安抚：“没事，我们回医院。”说话间，他的心也已经慌了，甚至后悔不该带他来这儿。然而韦狐狐却拉住他，眼圈泛红：“小叔，你说过再也不会骗我的。”景鹤渊顿时哑口无言。景父眼看瞒不住了，只能朝景母道：“韦狐狐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”魏言，景母瞳孔一紧，呆滞了几秒后，竭力抗拒这个结果。不可能！韦狐狐紧抿的唇打着颤，两腿险些因为这突然的消息而站不住。对，不可能！你们绝对不是我的父母。想起景府冷漠的眼神，景母对自己一次次的羞辱，还有韦奶奶的死，他怎么也不愿意接受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这么狠心无情的人。景父两眼一红，握住韦狐狐的手腕，哽声道：“韦狐狐，对不起，当年是我们错了，别碰我。”韦狐狐推开他，自己一个不稳撞在了车头上，伤口顿时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。韦狐狐，景鹤渊心一紧，忙将他抱进怀里。韦狐狐浑身像是浸在冰水中发着抖，他抬起满是血丝的双眼，声音沙哑：“小叔，他们不是我父母，对不对？”景鹤渊眼眶泛酸，说不出一个字。景母一把推开景父，指着韦狐狐鼻子颤声大骂：“你怎么可能是我女儿？我女儿早就死了！”景母呼吸沉重，眼中噙满了泪水。她不相信韦狐狐会是自己的女儿。如果她是自己的女儿，那这些日子自己对她的所作所为又是什么？韦狐狐的泪水终于决堤，他看着景父一脸愧疚和悔恨，景母一脸的抗拒和悲愤，突然想起了韦奶奶。不论自己是不是她的亲孙女，她总是用最和蔼温暖的笑容关心着自己。韦狐狐缓缓抬起头，望向景鹤渊：“小叔，我疼。”随着他的张口，鲜红的血液顺着他的嘴角流下，淌红了浅蓝色衣服。景鹤渊心骤然一紧：“韦狐狐！”景母眼神一怔，
下意识地想要去扶。快送医院啊！警府焦急地喊道。车疾驰而过，停在了医院急诊楼前。景鹤渊抱着已经昏迷的韦胡胡，急匆匆跑进去。医生，医生！护士医生推着移动病床赶了来，一路朝抢救室狂奔。韦胡胡，韦胡胡，你坚持住！景鹤渊紧紧握着韦胡胡的手，冰凉的触感好像刀刃一点点切割着他的心。家属在外面等候。抢救室外，护士推了推他，紧握的两手如线断开。紧随其后的警副看着紧闭的门，转身捂住脸落泪。景母神情呆滞，大脑好像都是一片空白。上次亲眼看见韦胡胡吐血昏迷，他只是有些惊讶，而这一次他却带着深深的罪恶感。景鹤渊两眼猩红，紧握的拳狠狠地砸了几下墙。抢救室内，心电仪中笔直的绿线让医生和护士捏了把汗。除颤仪。黑暗中，韦胡胡好像看到了自己9岁时事情。那天，韦奶奶骑着3轮带着他去小区里收废纸，他坐在堆得高高的废纸上。他看着韦奶奶瘦小的肩膀，说长大以后要买一辆大车给他。没想到刚说完就摔了下去，右腿狠狠磕在石头上。韦胡胡痛晕了，等再次醒过来，医生说他这辈子都要跛脚了。他没有哭，他对韦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我可以学鸭子给你看。”回家后那天晚上，韦奶奶将他搂进怀里，给他唱韦一会的儿歌《小燕子》。韦胡胡睡着了，可醒过来时却看见韦奶奶一个人坐在屋檐下哭，他也终于哭了。奶奶，他真的好想奶奶。韦胡胡，韦胡胡。在意识快要随着那和蔼的笑容消失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让韦胡胡一怔。景鹤渊。手术台旁，景鹤渊捧着韦胡胡的脸，声嘶力竭：“你不要死，你不是说要去看奶奶吗？你醒过来，我带你去看奶奶。”泪水一滴滴落在那面无血色的脸颊上，滚烫的好像想去驱散那入骨的冰冷。景鹤渊看着韦胡胡，声音颤抖：“我求求你，坚持下去。”极尽哀求的语气让人眼酸心涩。伴随着纤细指尖的轻动，心电仪传来有节奏的低声：“有心跳了。”景鹤渊紧缩心终于松了些，他看着韦胡胡眼角滑落的泪水，竭力忍着痛楚，温柔地帮他擦去。“别哭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骗你了。”不过几分钟时间，景鹤渊觉得自己已经去地狱走了一遭。当韦胡胡心跳停止的那一刻，他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毁天灭地的孤独感。景鹤渊含泪缓缓俯身，脸轻轻贴在韦胡胡的额头上：“我不会离开你，你也不要丢下我。”韦胡胡昏迷了整整1个星期，虽然孟凡说他情况稳定，但景鹤渊却始终无法放下心。他看着心电仪，生怕那条起伏的绿线再变成针一般的直线。直到第9天，韦胡胡终于醒了过来。见他睁开了眼，景鹤渊眸色一亮：“韦胡胡。”韦胡胡缓缓转过头，声音沙哑得像个老人：“小叔。”话音刚落，景母和景父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外。他们和景鹤渊一样，都两眼通红，面色有些苍白。昏迷前的记忆如潮水涌来，韦胡胡转过头，全身都在抗拒着与他们见面。见此，景母心一涩，
嘴里那声尾呼呼也叫不出来了。尾呼呼，警府嘶声唤道：“是爸爸妈妈错了，你们不是我爸爸妈妈。”尾呼呼望着窗外，一字字道。警母几步上前，努力克制眼泪：“尾呼呼，都是我的错，你骂我吧，走，我不想看见你们。”尾呼呼红着眼大喊，情绪激动。景鹤渊赶忙安抚他，转头皱眉望向景父和景母：“你们别刺激他了，先出去吧。”魏延、景母和景母无奈，只能不舍得收回视线走了出去。景鹤渊握着尾呼呼的手，声音轻柔：“没事了。”然而尾呼呼却缓缓抽回了手，呆滞地看着窗户，任由眼泪浸湿枕头。掌心的空荡让景鹤渊心微微一滞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尾呼呼在生他的气。景鹤渊叹了口气：“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”说完，转身轻声走了出去。听见关门声后，尾呼呼才哭出了声。他也不想跟景鹤渊吵架，但是想到他瞒着自己那么大的事，怎么也没办法释怀。走廊里，景母捂着脸哭道：“都怪我，一切的事都怪我。”想起当初那么对待尾呼呼，还有韦奶奶，他满心悔恨。恐怕尾呼呼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了。景父叹息：“这都是我们的报应。”禀禀付费。独家景鹤渊望向病房：“我想你们暂时还是不要来看他了，免得他情绪波动太大。”景母和景府相视一眼，也只能点点头。往后的几天，景鹤渊一直陪在尾呼呼身边。可尾呼呼像是变了个人，不爱说话，也不再笑，总是呆呆地望着窗外。来看景鹤渊的许哲见他一脸丧气，拍了拍他的肩：“他已经很坚强了，换做我都能直接崩溃，好好陪陪他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”景鹤渊没说什么，但明白尾呼呼心里难受，所以还是选择默默陪伴。直到1个月后，景鹤渊刚把买好的早餐拿来，却见病房里空无一人。尾呼呼，他望向卫生间，却见门是敞开的。景鹤渊心不觉一空，立刻放下东西，快步走了出去寻找。墓园带着似凉意的风扑在尾呼呼身上，他搓了搓手臂，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皱巴巴的钱，递给出租车警机。警机见钱多了，正想还给他，可他已经进去了。放眼望去，数不清的墓碑。尾呼呼眼神迷惘，一瘸一拐地找着。奶奶，奶奶，不知道找了多久，突然他脚下一滑，狠狠地摔倒在地。掌心的刺痛让尾呼呼清醒了几分，他看了眼蹭破了皮的手，缓缓抬起头。面前的墓碑上的照片让他眸色一怔。尾呼呼颤抖地俯向韦奶奶照片中的脸，泪眼婆娑：“奶奶，雨雨来看你了，天快要黑了。”没有尾呼呼消息的景鹤渊几乎也快疯了。孟凡和许哲都劝他耐心等待警方的消息，然而景鹤渊根本没办法平静下来。尾呼呼病还没好，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修长的食指穿插在黑发间，景鹤渊紧紧揪着头发，呼吸有些急促。景母景父听到消息后也赶到了医院。尾呼呼呢？找到没？景母一脸急切。许哲摇摇头。景母脸色一白，险些晕了过去。突然，景鹤渊似是想起了什么，他突然起身跑了出去。
景鹤渊上了车，驱车赶往韦胡胡家。他一定是回家了，除了家，他不会去别的地方。他紧揪着颗心，恨不能将油门踩到底。路灯昏暗，胡同的风更加刺骨。韦胡胡，是我。景鹤渊推开院门，嘶哑着嗓子叫了声，没有人回应。他拿出手机，借着灯光朝堂屋走去。陈设如常，不像有人回来过的样子。突然，角落里传来一声闷响，景鹤渊心一顿，忙看了过去。韦胡胡，那狭窄的木板床上，韦胡胡抱着韦奶奶的拐杖，蜷缩在床头，目光哀伤，脸上还带着泪痕。景鹤渊鼻尖一酸，几步跨上前，将她抱进怀里。你乱跑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快把我吓死了？温暖而熟悉的怀抱让韦胡胡眼眶渐热，他伸出手紧紧抱住景鹤渊，哽咽哭道：小叔，对不起，低气像是针刺着景鹤渊的心。他哑声安慰：别哭了，是我不好，没照顾好你。他明明答应过韦奶奶要好好照顾韦胡胡的，却一次次让他伤心难过。他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见韦奶奶。韦胡胡抬起头：我去看奶奶了。韦言，景鹤渊一愣：你去墓园了？韦胡胡点点头，喉间紧涩：小叔，我把这些日子来憋在心里的话都跟奶奶说了。但他停顿了几秒后，痛苦地摇着头：我真的没办法原谅他们。他不怪景父景母抛弃自己，但韦奶奶因为景母而死这件事，他无论如何都不能释怀。景鹤渊抬手擦去他脸上的泪：我知道，你不要丢下我。韦胡胡看着他，眼中满是害怕和迷惘。于他而言，景鹤渊已经是自己的精神支柱，他心里仅剩的一丝光明。灯光下，景鹤渊揽住韦胡胡，将一个深深的吻印在他唇上。不会，我永远都不会丢下你。韦胡胡紧缩的眸子颤了颤，泪水再度落下。小叔，景鹤渊将韦胡胡带回医院，准备做第二次手术。在手术前一天，景父景母又来了医院，但他们并没有进病房。鹤渊，我跟你妈决定回老家生活。景父神色颓然。韦言，景鹤渊愣住了。景母留恋地望向紧闭的病房门。我知道韦胡胡不会原谅我，可能我这辈子都等不来她一声妈妈了。她抹了抹眼泪：鹤渊，以后你只要每个月给我们打个电话，告诉我们她一切平安就好。爸妈，景府拍了拍他的肩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他。景鹤渊忙推辞，景父却说：这是我和你妈给他准备的嫁妆。他将卡塞进景鹤渊手里，哽咽着转过头。景鹤渊拿着沉甸甸的银行卡，千言万语好像都被堵在了喉咙里。景父和景母没有再说什么，看了眼病房后，默默转身离开了。景鹤渊忍回眼泪，看着他们消失后，才进了病房。韦胡胡坐在病床上望着窗外，见他进来后，漾出个笑容：小叔，还有2次手术，坚持过去就好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景鹤渊坐在他身边，让他靠着自己。韦胡胡看了眼他手中多出来的银行卡，眼眶微热：你不后悔吗？为了他和养育了自己多年的父母分离。景鹤渊脸轻轻摩挲着韦胡胡的黑发，目光深深。从我承认自己喜欢你那一刻，后悔的只是没能早点清醒，
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。闻言，韦狐狐含泪笑了笑，你不能早点清醒。为什么？景鹤渊握着他的手，面露货色。因为那时我还没成年。韦狐狐长叹了口气，恍觉这短短数月过得比20年还要漫长。景鹤渊语气多了分轻佻，你倒提醒了我，你也到法定婚龄了。韦狐狐怔了怔，脸一红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。景鹤渊温柔一笑，逗你呢，等你好了，无论是结婚还是上学，只要是你想做的，我都会支持。这番话如同股暖流淌进韦狐狐心底，他吸了吸红红的鼻头，小叔，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才遇到你？景鹤渊望着窗外的阳光，将怀里人抱紧了几分。这辈子我会做更多好事，争取下辈子还能遇见你。小叔，我可以叫你鹤渊吗？可以。鹤渊，我喜欢你，我更喜欢你，狐狐。全剧终。